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 Computer Arcade 的这个大概我们的那个这学期要教什么东西啊，然后同时呢，这个对各位同学他有什么要求啊？好，第一个，我们先看为什么电脑不用10进位而用2进位。好，这是电脑跟我们想象中最大的差异，就是它是用2进位，它不是用10进位。为什么？好，那我们看这个，其实我们用这个 signal 去表示一个 information， 我们是用一个 signal 去表示我们所要呈现的 information。这个 information 也许是 instruction 哈，也许是一个 number， 也许是一些资讯哈。那这个 signal 呢，它的 voltage 它的电压就是我们把它区分成 high 跟 low。好，我们有一个 threshold， 说大于这个呢，我们就叫做high； 低于这个值呢，我们就称为 low。好，那因为这样的表示方法呢，所以我们的一个 signal 就只有 high 跟 low， 那也就是只有2种状况啦，2种 state。好，这种2种 state， 你说它是 high low， 你说是对错，你是 true false， 是1 0都可以。好，所以就是说我们的 signal 呢，就表示我们的 information 呢，它只有2种 state。那这 signal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bit， 有没有听过 bit？ 一个 bit， 所以一个 bit 就只有0跟1。这0跟1你要给它一个另外一个名字也可以。所以一个 signal 只有2种状态。好，那这个 signal 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有点像我们的 data， 对不对？去运作它。好，怎么样？我们需要一个叫做最基本的元件，叫一个电子开关，叫一个 switch。好，那 switch 是怎么做成呢？我们需要一个叫做 transistor 的东西。好 ，transistor。好。那 transistor 呢？这是一个 NMOS 的 transistor， 这是 NMOS transistor。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structure 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下面呢，这是一个 P-type silicon，silicon 就是矽，它是一个半导体。我可以把它变成 P-type 就是 positive charged， 就是它电动比较多。或者呢，我也可以把这样红色的地方呢，就是叫做 N-type silicon。它就是 negative charge， 就是电子比较多，电子比较多。我可以透过一些步骤化学的作用，把它变成 P-type silicon 或者 N-type silicon。那它的这个 switch 就 N-type transistor 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就是在底座的地方我们有 P-type silicon， 然后这2个好像岛的一样的，我们叫做这个 N-type silicon。那这中间呢有一个 oxide insulator， 就是一个氧化的绝缘的物质，氧化绝缘的东西啊。然后在上面就是一个金属层呢，这是叫我们称为 gate， 叫做 gate。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基本的 switch， 就是一个基本的 switch， 有时我们的 transistor， 我们就靠这个东西把它组合之后，就可以把 signal 跟我们的 data 做一个运作，就可以产生就可以建成我们的 computer。那当然你看到这边是叫做 NMOS 的 transistor， 相对应一定有一个叫做 PMOS 的 transistor， 因为这是N 跟 P 嘛，对不对？看到这边是 NP， 这相反。如果这下面的地方呢是，下面的地方是 N-type 的话 ，silicon， 那红色的地方是 P-type 的话，那就叫做 P-type 的 transistor。好，那我们就透过 NMOS 跟 PMOS 的 transistor， 我们就可以形成我们的 gate。好，我们就形成 gate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建我们的 computer。好，我们来看，那怎么样 transistor 怎么工作呢？我们看刚才讲到说，这个图当然是刚才那个图呀，清真这是一个剖面图一样的啊。这下面是 P-type 的 silicon， 然后这是 N-type 啊。那我们把这3个点很重要，这3个点我们叫3个 terminal 一个叫做 source， 一个叫做 drain， 一个叫做 gate。这透过这3个的运作呢，我们加压加不同的 voltage 0，刚刚说一个 high 一个 low，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开关，一个 working 的 transistor。好，它怎么做呢？刚才讲说下面是一个 P-type 的 silicon， 所以它是 positive charge， 所以它很多的电动在里面，比较多的电动。那这2个岛呢是 negative charge 的，所以是很多的 electron 在里面。好，那怎么去让它运作呢？我们看，当我们在 gate 的时候，这边加一个 high voltage 在这个地方，那这时候呢，因为这是 high 的，我就会把很多的 electron就是吸附在，就是这个叫做attract 很多的 electron， 这个在这下面在这下面就是在 drain 跟 source 以及 gate 的下面，这边就把很多的这 electron 吸附在这边。如果你加一个 high voltage 在这个地方，那就形成一个 channel， 叫做 channel 这个地方 electron 的 channel， 就 between 这个 drain 跟 source 之间，在这 gate 的下面就形成 channel。
那 channel 其实这时候就已经导通了，对，就是已经导通了，对不对？那我们这时候呢，只要在 source 跟 drain 之间加一个电位差，那就会产生什么？就电流可以产生了啊，就是形成开的状况了。好，那再过来，如果我把这 gate 的 voltage 拿走以后，那这 channel 就不见啦，这 channel 不见了，那就形成一个关的状态。好，所以刚才这个就可以描述告诉我们说，这个 NMOS 要怎么样去运作哈，透过这个3个 terminal 我们做加压，好，加不同的 voltage， 然后就可以开关，好，把我们的 signal 传来传去。好，那这一门课呢，这个内容呢，这门学问呢，主要是在我们这个电路与电子好教过，大家同学应该修过这门课啊。那这是比较 low level 的，如果你要修更进阶的话，可以在超大型集体电路设计这门课来修啊。好，那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开关了，对不对？我们开关怎么表示呢？好，右边这张图，好，右边这张图，我们来表示我们的开关。像下面这个呢，就是一个 NMOS 的 transistor， 代表一个 NMOS 的 transistor。好，那它代表什么意思？也是3个 terminal， 哈，有drain source 跟 gate， 哈，3个 terminal 在这里啊。那这个有一个圈圈的呢，就表示是 PMOS 的 transistor。好，那 NMOS 的 transistor 它的功用是，当你给它 gate 是给1的时候 ，gate 它就导通了，就通了，就开了。好，给0的时候就是关。好，那这个 PMOS 的 transistor 是给什么？相反嘛，你看这边外面有一个圈圈的意思，就是说给0的时候它是导通的。好，给0的导通，给1的时候就是不通，就是关。好，那我们把这些PMOS 的 transistor 跟 NMOS transistor 把它连接一下，像这个就是说把 NMOS transistor in series 连接起来，对不对？然后上面就是 in parallel。然后上面接到 VDD 就 high 的那个 voltage， 下面接到 ground 就 low 的那个 voltage。好，那这样子我们看这样是一个什么样一个这个做什么动作呢？这个 input 的地方我们就接在 gate， 好，接到 gate， 然后 output 地方我们就接在这个 C 的地方。好，我们就把它的各种状况看一看它到底做什么动作。好。假设 AB 是我们的 input， 对不对？我们有各种状况，00、01、1011。好，我们看它的 output 会得到 C 的地方会得到什么状况？好，00的时候是怎么运作？是 A 给0 ，B 给0，那也就是 A 给0 ，B 给0。好，这下面也是 A 给0 ，B 给0。那 A 给0 ，B 给0的时候，下面会不会通？下面会不会导通？不会通，对不对？0不会通，对。那上面会不会导通？上面导通了，对不对？所以上面导通 C 就会得到一个什么值？导通了，所以 VDD 就会到 C， 对不对 ？Charge 到 C， 所以 C 就得到1。好，那再来看0跟1的时候呢，只有一条线导通，是 A 是导通的 ，B 是不导通。可下面因为是transistor in series 也是不通的，对不对？所以这边呢也是 VDD 会连到 C， 所以我们也得到1。那同理呢，10也是得到1。好，那我们再看11的部分。11的时候呢，这个 A 跟 B 是不导通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0的时候有一个圈圈是要0的时候才导通。所以上面是不导通的，那下面呢，transistor in series， 因为两个都是1都通了，所以呢 C 跟这个 ground 是导通的，所以 C 是什么？就是0。好，所以你看我们这些 transistor 这样连接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 input 不同的状况，我就得到 output 不同的状况。那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这刚好是一个 NAND gate。好，这是一个 NAND gate。好，那我们通常在画的时候就画成一个这样的状况，叫一个 NAND gate。好。那 NAND 可以做，当然我们可以做 NOR， 我们可以做 NOT， 可以做不同的 gate。好，那即使我只会做一个 NAND gate， 我们知道在逻辑设计学过说 NAND gate 是什么 ？functionally complete， 对。那 functional complete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给一个 truth table， 你任何一个 Boolean function， 你把它描述出来，我都可以用 NAND gate 把它兜出来，好，兜出来，把它组合成好这个你要做的 function， 好。所以呢，好，我们有了逻辑夹之后，有 NAND gate 之后，我可以做我的 function unit。好，譬如这个就是一个 bit 的加法的动作，譬如这是一个 sum， 就是我们把3个 bit 相加，叫做什么 full adder， 知道不知道？逻辑设计啊，有没有学过？好，做一个 full adder， 一个 bit 的 full adder， 我们有3个 input， 对不对？我们会产生2个 output， 对不对？一个 output 是做 sum， 一个叫做 carry， 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 sum 的 bit， 然后这就是 carry out 的 bit。好，我们有了这个基本的逻辑加，我就可以做一个 bit 的加法器，对不对？那一个 bit 的加法器会做，那会不会做16个 bit？ 会啊，对，重复嘛，对不对？因为加不是每个 bit 都一样吗？对不对？那会做16个 bit 就会做32个 bit 啦。好，
那会做加法器了，那我会不会做乘法？也会啦，因为乘法就是 shift and add 嘛，对不对 ？shift 然后加，你会做乘法。乘法是不是就是把那个 partial product 不是这个排好就把它加起来，对不对？你会做加，你会做 shift 就把它搬一个位置嘛，对不对？你就会做乘，对不对？好，所以你会做这个一个 b 的加法器，就会做很多很多的 function unit。好，那这个是通常是我们运作的部分，好，运作的部分。那你说我们的 computer 是一定要储存才行啊，对不对？那有逻辑夹可以帮我们做储存，也可以哈，它可以做一个记忆元件，就是我们知道把这4个 O 做 cross couple， 这就是一个 RS latch， 对不对？在逻辑设计我们学过 latch， 它可以存一个 b 的 information， 就是说你如果要存1，它里面就你离开了之后，它还是1在里面，哈，0它就存在0，哈，所以这是一个 b 可以存的东西。那你把一个 b 扩展到16个 bit， 变成30个 bit， 就是做一个 register， 对不对？就可以做一个储存的单位，哈。所以你可以做运算的动作，你可以做记忆的部分。那其实大体上你的 computer 各个元件你通通可以做出来了。好，那这门学问在什么地方我们学到呢？这门学问是在数位逻辑设计里面学到的，哈。那这跟我们最有关系的，所以如果待会儿会讲说，如果你没有学这门课，你怎么办？好。过来，好，有了刚刚讲过，你这些 component 全部都建出来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可以基本的架构就是这样子啊。我们有暂存器、记忆体，那整个运作是什么样子呢？好，我们可以从这个记忆体去拿一个 instruction。好，如果你写过程式的话，你大概知道说我们要执行一个程式，就要先告诉我这 instruction 要做什么动作，根据你的 instruction 我再做动作，对不对？每个 instruction 一个就把它执行完毕。那其实 computer 就基本就是这样一个架构。我从记忆去拿 instruction， 好 ，instruction 拿的时候呢，我放在 instruction register， 然后我 decode， 要看说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啊？因为每个 instruction 是代表不同的意思，对不对？然后做 decoding 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控制器就发出一些控制信号来，就从暂存器里面拿 data 出来，经过运算以后呢，就存回暂存器。好，基本的架构就是把 computer 就做出来了。好。那所以基本的 organization， 任何一个 computer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架构。我们有一个 processor， 包括2个部分，一个叫 data path， 一个叫 control。data path 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 data 是怎么走的？你看它的名字嘛 ，data path， 对不对？所以它应该是说这些 data 可能从 register file 拿出来，经过一些运算的单位。经过运算之后，我再写回去 register file， 基本上架构都是这样子，它架构一定是走这个路径，那这就是我们的 data path。但是什么时间，你知道每个 instruction 其实都是做不一样的事情啊，对不对？每一个时间，每一个 clock 做不一样的事情啊，那我要谁来控制呢？我们有一个 controller 来告诉他说，你现在要做加，你现在要做减，你要做 shift， 你要做什么，或者你不要做动作，就是 control 来控制。所以这个 control 跟 data path 2个呢，就构成我们的 process 的最重要的这个部分。那另外呢，那我们有 data， 这个我们这边当然是有一个 register file 可以存少量的资料，可是通常我们会有很大量的资料，我们要存哪里呢？我们就存在 memory 里面，存在 memory 里面。那 memory 可以存的 data 可以存 program 在这里面。那除了 memory 这之外呢，这是整个核心就是 process 跟 memory， 但是我们不能computer 自己运算完要干嘛？对不对？你要跟人沟通啊，对不对？是你要用它的是你要叫它帮你运算啊，你要叫它算完之后给你结果啊，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有 I/O， 有 I/O。那 input 呢，就东西给它，那包括 keyboard、mouse， 那 output 包括我们 display、printer， 这都是 output。那另外还有 disk 也可以算一种 I/O， 因为有时候我们资料量实在太大了 ，memory 也摆不下，那我们就摆在 disk 里面。那 disk 呢可以算是我们的 I/O 的一种，因为它可以 input 也可以 output， 所以是disk 也是用 I/O 的一种。那这个叫做我们的 organization，computer 的 organization， 基本的 organization。那 organization 学什么东西呢？我们这边看，他说他告诉我们各式各样 function unit 的，它到底是做什么工作它的 performance 是好还是坏？譬如后面我们会介绍大家说加法有各式各样的加法，有 carry report adder 还是 carry looker adder。它的不同的结构，它其实要不同的 hardware， 不同的 resource， 要不同的快慢，对不对？所以我们看每个 function unit computer organization 会介绍你它能做什么事情，它的 performance 是怎么样子。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些 component 把它连接起来，刚刚不是说把它连接起来啊？那就是它的 structure， 一些 interconnected structure 好。然后我 data 就在这边转来转去 ，data flow 在这边转来转去好。那在这转的过程当中，有时候要做这，有时候要做那，是由 control 来控制它，好 control 来控制。那这种描述，我们常常在用一个 high level 的 description language 叫 register transfer level description 去描述这个状态，描述一个 computer organization 好，这个叫做 computer organization 好，但是我们这门课叫什么？什么 ？architecture 对，那 computer organization 跟 computer architecture 一不一样呢？好，不太一样。Computer architecture 刚才是 organization， 你是就告诉你长这个样子，你就去把它完成，对不对？那 computer architecture 是什么东西呢？好，我们就做一个比喻，就像建筑师跟营造商一样。好，建筑师，譬如说你现在我们台大馆是刚建好，对不对？我们这块地一拿过来说，我们要建教室，对不对？我们要建一个 building， 要几层要做什么，几层要做什么，要几个演讲厅，要几个教室，对不对？好，那设计师就会把它设计出来，对不对？那设计出来之后，那谁要来建呢？谁建？营造商要建，他要根据设计师的状态，他设计好，把它建好，对不对？好，那同样的 ，computer architecture 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要设计，好，一个设计，也就是说，我不同的应用的话，我其实要不同的 processor， 不同的 processor。譬如你要做 scientific， 你要做科学运算很大，你可能要 floating point 要很强大，对不对？比如你只要处理这个影像啊，处理这些多媒体的动作，你可能不需要 floating point， 对不对？你只要整数的运算。好，那不同的运算，你可能要不同的 processor， 那你不同的 instruction 就要设计出来嘛。好，那所以呢，这个 computer architecture 呢，它是什么东西呢？好，它是介于 software 跟 hardware 之间的，我们称为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以及 computer organization 这两个东西加起来才叫我们的 computer architecture。好，也就是说，你根据你不同的这个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然后呢，就像是设计师设计出来的结构，对不对？然后 organization 是根据这些 instruction set， 然后来设计你的硬体。当然不一定是这个，好，所以 computer architecture 是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加上 machine 的 organization。所以这个部分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是很重要的，是跟你 organization 不一样。organization 只是告诉你说，就是长这样就对了，你把它熟悉就好。可是 computer architecture 会有一个 trade off， 就是说要这样子呢，还是要这样子呢？或者是它的成本是多少呢？它的效益是多少？是有一个衡量的。然后一旦设计出来 instruction set 之后，然后我们才设计我的 organization。然后再来看看这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呢，它又可以看成什么东西呢？它也很重要，它可以当成是 software 跟 hardware 之间的一个 interface。也就是说，我们在 develop 一个 processor 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先把它 instruction set 设计出来。我还没有 hardware 啊，我也没有 software， 我要先把我的 instruction set 设计出来。我怎样的 instruction set 先设计出来？设计出来之后呢，好，那 software 人就做他 software 的事情。他不知道你 hardware 要怎么做，但是他知道你有这样的 instruction 之后，他就根据你的 instruction develop 去发展他的 software， 就是往上发展。好，那下面的 hardware 也是一样，他也不知道你到底 software 要执行哪些程式，我只知道你只可以最后会要执行这些 instruction 就对了。好，那 hardware 就根据说你需要哪些 instruction 呢，我就帮你 hardware 设计出来。好。那所以它是在 software 跟 hardware 之间很重要的 interface， 它把它做这个联系的工作。好，我们从这个，当然在 hardware 不一定，这边想说不一定一定是 hardware， 因为你可以 emulator 你可以模拟它也可以用 software 去模拟它。但基本架构就是说用不同的 instruction， 不同的 hardware 去模拟另外一个 instruction， 另外一个 type instruction。那这后面我们再介绍到好。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那什么是这个 instruction set 呢？这是我们 high level language 如果我们看这个是我们 high level language 对应到它可能是一个 C， 可能 Java， 不管怎样的 high level language， 你做 compiler 做 translate 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什么 load 啊 store 啊加呀等等这些东西，把它分解成一个小小的 instruction。那这个呢，透过这个 compiler 得到 assembly language， 再做 assembler 就会得到我们的 machine language， 得到这个步骤到这个步骤只是一个直接的转换。比如 load 我的代表是它的 binary code 是什么，就直接把它转换过来那这个也是一样直接转换。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instruction set。好，你有怎么样的 instruction set 呢，你就会产生怎么样的 assembly， 这样了解吗？好，那不同的 processor 其实你有不同最后产生的这个最后的 assembly 的 code 是不一样的。好，那变成这样0101之后呢，然后呢就相当于就是 signal 了嘛。我们刚刚不是讲说 signal 是01啊，就靠着这些东西的就可以产生这些我们的这个 control signal， 然后跟 data 的互相运作。好，所以 instruction set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它其实就是 assembly language 的好的一个这个集合这样啊。好，那所以从这个 software 的角度来看呢 ，software 所以我不管你 hardware 是什么哈，我 software 对一个 software 的人来看，它就是一个 conceptual structure 跟 functional behavior。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去 implement 它，怎么叫实做它。但是举个例子来讲，譬如说我只知道说，假如这个 instruction 是3个 operand 的，那就表示说我可以把2个 operand 加到第3个 operand， 或者是这个 instruction 它做加，它只准有2个 operand， 它只准有2个 operand， 就是说加的时候，对不对？我要几个 operand， 它有几个 operand。有的 instruction 设计出来是说我可以有3个 operand。好，那我就把那也就是跟我们很像，对不对？我们讲第一个 operand 加第二个 operand 放到第3个 operand， 对不对？可是有的 instruction 说我没有，我一个 instruction 只有2个 operand。我只有2个 operand， 那代表什么意思？就表示说你可能要做2个 instruction 才可以把2个数字相加，对不对？你要第一次呢，先把你第一个 operand 放到一个 destination 去，对不对？第二个是再把你的 operand 放到第2个，因为只能放2个 operand 嘛，所以目标跟 source destination 跟 source 是一样的，所以你就要更多的 instruction 去完成它。所以你的这个instruction set 不同的话，你需要不同的 instruction， 也需要不同的 hardware 去完成它。但是对 software 的人来看，对一个 computing 的 system 来看，他只知道你有哪些 function， 好，你可以哪些 function 就够了，他不管你 hardware 怎么样去 implement 它。好，那这些包括什么东西呢？好 ，instruction set 它可以 specify 什么东西，它可以描述你的 storage 的部分你要怎么 organize， 你是16个 register 呢，还是30个 register， 都是影响很大啊。对，因为你16个的话，你的数量比较少，对不对？你要可以做的动作比较少，但是16个它可能速度比较快啊。好。那30有不同的结构哈，所以不同的 organization 啊。那另外你 data 要长成什么 encoding 要怎么表示啊？譬如你一个复数你要怎么表示？正数、复数，复数你要用 2's complement 的，还是 1's complement， 还是怎么样？因为你不同的表示方法，你是不是你的加就要不同的设计的方法？因为加要去对于这些 number 做加减，对不对？就不同的方法，所以好有不同的 representation。好 ，instruction set。有的这个 instruction 它可能没有乘法的哦，因为它根本不常做乘法，它干嘛要设计一个 instruction 做乘法？因为你一旦设计一个乘法的 instruction， 其实代表什么意思？你就要一个乘法器在那边，乘法器可能一个很大，它的 hardware 的这个要很多的 resource 才有办法 implement 一个乘法。那我如果不常用乘法，我干嘛要乘法器？对不对？那我可能就用很多的加减去模拟它。可是你去模拟它，你的后果是什么？你可能要很多的 cycle， 要很多的时间才可以做一个乘法，啊，所以就你的 instruction set 你要哪些 instruction 你是允许的，好，这跟你的 hardware 跟你的这个成本的 performance 有关系的。再来 instruction format， 还有你怎么样去拿你的 data， 好，怎么样去拿你的 data， 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分就会在一个 instruction set 才会模拟，好，那这门课呢，哈。我们会用这个 MIPS R3000的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来做一个基本的范例啊，在前面的部分就会介绍这个 instruction set， 然后后面呢就会根据这个 instruction set， 然后来看它的 hardware。如果这样的 instruction set， 我的 hardware 要怎么样去把它建构出来？好，那在这个 MIPS 里面呢，哈，它当然有 instruction 的各式各样的 instruction， 它的 register file 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只有3种 format 哈，不。3种 format 是很少的哦，很少，只有3个 format 就把所有的 instruction 通通描述出来，哈，只有3种 format， 在后面我们都会一一的给大家介绍，哈。好，那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其实有各式各样的这个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当然这是后面，这是以前哈比较这个发展出来的，那现在还存在很 popular， 就是 Intel 跟 ARM 的，对不对 ？Intel 的 processor 就是你们这个 PC 上面常用的 Intel。从286、386这样一直到 IA64 等等有不同的 version 哈，每一次它的 version 就会加更多的 instruction 更 powerful， 随着你的需求就一直加一些 instruction， 加了 instruction 当然就要加 hardware 哈，这是这个 Intel 的 processor。另外一个
ARM 好，它也现在有到第8个 version 了。ARM 用在哪里 ？ARM 的 processor 用在哪里？来，你说，你知道吗？啊？手持式装置。哪里？手持式装置。哎，对，你的手机里面都是用 ARM 哈，你的手机里面不是用 Intel 的 x86 哦，哈，不是用 Intel， 是用 ARM 哈，大概90%可能都是用 ARM 的这个 core 哈。那其实这两个也代表两个大阵营，这个 Intel 是叫 CISC 的，就是 CISC 哈，这 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哈。那 ARM 呢是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好。那我们的 MIPS 呢也是 ARM 的一种，好，也是 ARM 的一种，哈，类似，只是有些变形，就是你根据你 instruction set 出来，有的是这样做，有的是那样做，不太一样，哈。但是好，这两个就是目前最 popular 的，好，两个 instruction set。好，那为什么我要学 computer architecture？ 好，因为它很快的变化，为什么？因为虽然基本的架构是一样，可是随着你的应用不一样，你一直刚刚看到好多 version 一直加上去，对不对？一直加上去。所以呢，这个我们了解这门课之后，将来我要设计 processor 的话，我就可以很快的好进入这里，然后这很 exciting 哈。更重要的是说，在各个领域里面，你看什么地方不要 processor？ 好，我们下一次就会介绍无所不在好 processor。我学过之后，我就会设计一个 processor。好，那过来是我们这堂课的哈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好，那我是黄婷婷哈，我的办公室在资电馆的42，这是我的电话还有 email。如果你们要跟我约时间的话，哈，就先寄一个 email 给我，然后我们再约时间啊。那另外我们有助教，啊，有4个助教。那这边有他的 office hour 啊 ，office hour 呢是你不用跟他约时间的，哈，你就直接去找他，找助教。大家一定要好好利用你的助教，哈，助教是学校付钱给他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这么上课听不懂啊，老师们的啊问助教，哈，助教一定非常乐意给你们。好，解答哈。那 Office hour 是你不需要约时间，你就可以直接进去哈。但是如果你其他时间你想要找他也可以，你就先寄一个 email 给他，哈，寄个 email 给他，跟他约时间。那蓝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错啊，有些更正哈，你们把它改一下哈。好，那上课时间呢，我们是礼拜2跟礼拜4，这礼拜4这个地方我也把它画一个蓝色。正常我们这课表上面是礼拜4是只有10点到11点，对不对？好。那因为有时候如果我刚好有缺课的话呢，那我就要补课的话，我就会利用这个下面的这个时间，就10点到12点啊的时间做补课。所以各位同学后面不要安排课，那个按照课表的话，上面应该是没有课的嘛，对不对？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对哈，所以你不要排一个时间是要去跳舞哈，这个要练歌什么之类的哈，就是这个地方你要把它空下来哈。那我们上课时间是在这个地方啊。好，那这就是我的网页。刚刚讲过说，如果你没有拿到投影片的话，你就上网去这个 course 地方，一往下走就会看到我们的投影片，就把它 download 下来。好，再来我们的 textbook 好，这是我们的 textbook。好，这样有没有班带？还是有没有人要自愿？在这一班有没有？好，没有自愿的哦。那班带有没有？也没有班带在这一班啊。那有没有什么长的？学术股长还是什么？康乐股长有没有？也没有啊。好，你们这班都没有任何的那个啊。好，找一个人好了。大家都不敢看我了，是不是哈？来，好，找你好了，你负责帮大家买书，可以吗？好，所以要买书的话，就找他登记哈。那因为这个有点特奇怪哈，就是说这本书textbook 还没把那个我们的那个作者介绍一下哈。我们的这个作者呢是 Patterson 跟 Hennessy 哈。这个呢 ，RISC 就是他们最先提出来的，好，然后我们的 DISC 有很重要的 structure，Ray 也是他提出来的，好，然后另外一个呢 ，Hennessy 呢现在是 Stanford 的校长，哈 ，Stanford 校长，他们两个同时呢把这个 RISC 这个东西提出来，也是第一次把这个 computer architecture 用这种的写法写出来，就是 instruction set 讲完之后怎么样去做 organization 啊，这本书如果你读熟的话，你就可以真的设计一个 processor， 好。
那刚刚讲说这个要注意的事情是这样，因为这本书是一个 ARM 的这个版本 ，ARM 刚刚已经学到什么叫 ARM， 对不对？但是它的 hardware 的部分是 MIPS， 它的 hardware 部分是 MIPS。那我们就跟书商讲说，这样怎么教啊？因为以前的时候，它是前面是这个 ARM 这个 instruction 是很重要，没有错，对不对 ？ARM 是很重要的 instruction， 我们也当然也可以学它的 instruction。可是如果你前面是 ARM 的 instruction， 你后面就应该是 ARM 的 implementation 啊，对不对？可它后面又是 MIPS 的 implementation， 这样啊，这本书。所以呢，我们就要求说，那这样不行，我们不要用你的书了，这样。所以那书商呢就只好呢再去印了这一本，再印了这一本。好，那这个呢就是小本是 MIPS 的 instruction， 这样。所以你去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说是有2本哦，2本。一本是这个里面，它虽然里面是 ARM 的 instruction set， 但它会给你另外一本是这个 MIPS 的 instruction， 这样了解吗？好，这就是我们这学期要用的教科书啊。好，那会 cover 哪些 topic？ 那其实基本上面呢，我就是按照这个课本的这个次序那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星号这星号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不会到 cover 到，如果按照过去的进度的话只会到这个 memory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去 cover 在后面的部分。基本上就是按照课本的次序把它每一个章节 cover 好，那刚刚讲过说在这门课需不需要一些先修的基本的知识？那基本的知识就是逻辑设计，logic design 那如果你没有修过怎么办呢？可不可以修这门课呢？就看你自己的努力了如果你很努力呢，就把它补起来呢 ，OK 如果呢你想说不理它那告诉你绝对不行的，因为刚才已经介绍一些 logic design 的基本的东西，对不对？什么加法器latch control将来还有什么 mux 什么的，如果你通通不知道，你怎么学呢？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学过 logic design， 你自己要把它补起来。尤其在比如说还有 number 的 representation 什么叫 ones complement， 什么叫 twos complement 这些都要补起来好，所以这是逻辑设计，要有一个基本的知识在里面那当然我知道你们学完之后就一定通通还给老师了所以用到的时候我还会再提醒你们的会提醒你们的。如果忘记实在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一定要发问好，最后这最重要的你要怎样你才能够得到这个学分那我们会学 MIPS 的 instruction set， 然后呢会写简单的 assembly 本来 assembly 这是我们本来另外一门课会 cover， 可是那个课把它这个取消变到3年级去了，所以变成说我们这门课就要先学的 assembly 这门课这个 instruction， 然后怎样用 assembly 去写程式那我们会有几个简单的 program 去让大家写，所以你要学用这个 process 的 emulator 去测试看你的 instruction assembly 写的怎么样然后再来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会有 homework， 就 written 的 homework， 就写的发出去写的 homework 那大概是每一个章节都有1到2个 homework 那最后还有一个 final 的 project final project software 的 project， 叫写程式的我们就我们的系统，我们来 define 一些东西，然后让大家写一个 software 这 final project 那我们的 assignment 都会在网页上公告不会发给同学的纸本的，就直接会宣布之后，大家自己到网页上去 download 那除了 homework 之外呢，我们会有一个期中考，一个 final 那所占的比例呢，在 homework 跟 final project 是30%，然后 midterm 呢是35%， final 35然后时间我已经定出来了时间定出来了。有意见的话要早点表达，不要到时候等到时间到了还说我不能参加所以先讲先赢，对不对？我们先讲的话，所以以后你们有冲突的话要别的课去改好，这样有问题没有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我若没来考试可不可以补考？不可以我若 homework 没交可不可以补交？不可以不允许，这2个都不允许的那最后一个最重要，什么叫做作弊？当然考试那个不用讲了，对不对？那你偷看别人当然是作弊了，对不对？作业可不可以抄别人的？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不可以抄别人的抄别人就是一种作弊，作弊的话就是0分好，但是呢，你说我可不可以跟别人讨论？我可以跟别人讲，可以大家鼓励你，欢迎你跟同学讨论，讨论之后最后你说我已经
我本来不会的，经过讨论之后我知道答案了，没关系，很好啊。但是你一定要自己写，一定要自己写。你只要是自己写的啊，不是抄了别人自己写，是说不要看别人的，然后自己写，那就是 OK 的哈。所以这一定要做。如果你被抓到作业抄袭的话，就是0分，就这样哈。这样这个大概就是这门课对同学的要求，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边。好，谢谢大家。好。